人驾驶真的靠谱吗？有人质疑，还有人拿命相信。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支架。目前谁家的 AI 司机最靠谱，而谁还在科目3挂科？2025年，我们找来了市场上最主流的搭载城区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车型，也就是它们都拥有城区支架。什么是城区支架？简单来说，通过设置车机导航从 A 点到 B 点，车辆在驾驶员的监督下可以自己跑完整条路线，包括但不限于在城区内自动跟车、自动变道超车、自动汇入主路、信号灯识别、应对加塞等场景。所有车辆的设置部分统一，系统均升级到我们测试当天全量推送的最新版本，不存在厂商内测版，大家可以放心观看。搁了多年的特斯拉 FSD 终于来了，所以必须要上强度体现差异。这次的测试地点在奠基围城的广州，选定的所有路线全长接近100公里。这次的挑战场景难度偏大，设置有13大挑战场景，偷露所有车加起来有100多次接管。所以这次您将会看到不一样的场景，例如狭窄隧道，还有违停、人多到抽象的景区单行道，大家绝对无法猜到结果的数字灯控路口，绝对考验驾驶技术的线宽路口，奇奇怪怪的城中村和施工改道，最后智驾跑山，8大选手看结果。这次选定对比 PK 的所有场景，通行规则都非常复杂，更考验系统本身的场景理解和决策通行的能力。13大魔鬼场景，8大品牌，谁通过谁翻车。特斯拉对比国内支架的真实水平如何？都说自己是端，会比人家强吗？作文符号，我们发车。首先，这是交通信号灯识别，这是城市里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场景。对于目前城区支架的头部玩家来说，标准的信号灯已经意义不大。考察场景泛化，咱们直接上强度。这是一处高架桥底的左转路口，灯控比较复杂，有对向的一套灯控制车辆进入待转区，以及对面路口的一套灯控制车辆完成左转。所以想要成功通行，就得捋清楚2套灯控的逻辑顺序，这对于系统的感知和规划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且为了统一测试场景，我们要求所有车辆前方都没有引导车，即红灯时在路口排在第1位。从结果来看，基本是来一台不行，来一台不行。问界你想，小鹏、小米、乐道、极客、腾势，全部都是相同的问题：闯灯。路口红灯排队没有问题，绿灯进入待转区。哎，怎么还往前面走呢？接管。OK。对向路口箭头灯是红灯且持续有过往车辆，7台车全部都是相同问题。越过待转区的停止线有继续向前的动作。哎，不停，他能识别得到这个。小米和极客的动作更是比较迷，轨迹直接飘向了对向待转区。为了确保安全，这里主动接管。很明显，进入待转区后，7台车都没有及时观察到对向控制左转的信号灯，直接误判成为了一个无保护的路口啊！一个细节，车机导航地图上给到了信号灯信息，不过系统本身并没有参考，而是采信了实时感知的信息但漏掉了灯。特斯拉 Model 3换新版是全场唯一成功通行这个场景的车型。进入待转区，等灯，绿灯亮起，完成路口左转。我靠 ！OK， 可以，非常好。难度加码，再升级。江湾大桥的上桥处，为了分流上江湾大桥的车辆，设置了5盏信号灯，分别控制对应的6条车道。1、2号灯控制1、2车道及控制内环路下来的车辆；3、4、5号灯控制辅路汇流的车辆；5号的灯控制5车道和6车道。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复杂？事实上也很复杂。灯的位置、数量、逻辑关系3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如果是第一次走的私驾，人驾也挺懵。对于智驾而言，车辆不仅得成功识别信号灯的信息，还得捋清楚信号灯和对应车道之间的控制关系，也就是别的车道绿灯，自车不能走；别的车道红灯，自车不能停。为了尽量统一测试条件，我们所有车辆均是选择最外侧的第6车道，这也是最具迷惑性的车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上桥处还有一个分岔口，同样前方也不允许有引导车。
从结果来看呢，这一把全军覆没，一台成功通行的车辆都没有。有闯灯的，有走错路口的，有分叉路口去往桥下的，有停住不往前走的。闯红灯的，比如特斯拉、小米、理想、问界、腾势，显然是将1、2车道的绿灯当成了自身的信号灯。停了，我怎么办？我接光了。走错路的即刻勒道的轨迹线，刚开始都是对的，但走到路口，轨迹线突然甩向桥底错过路口，这是规划的问题。好，大家错过路口了。内环路 A 线黄埔大道方向。小鹏呢是最接近成功的一台，能识别到红灯，但绿灯也不走 ，NGP 状态直接卡在了路口。猜测对信号灯有误判，系统决策绿灯通行的置信度不够高，或许我们踩踏电门估价通过。看到这里呢，是不是觉得有点绝望，甚至对当前智驾系统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其实抛除这几处挑战场景外，这全程近100公里的路线，共93组信号灯，其他出问题的灯组是寥寥无几。也就是说，目前智驾在比较常见、比较规则的信号灯场景上都可以应对，但我们可以知道智驾的能力上限和边界在哪，就是需要深度场景理解的地方，智驾目前还是不能应对，也依旧没有超过人家的水平。路口通行则涉及到对智驾系统的多重考验，在这里能读懂信号灯只是第一层，得规划好通行路径，有时还会涉及到同其他方向车辆的博弈。当然，不仅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汽车，还会像这样有一大堆不那么遵守交通规则的电瓶车。首先是人车混杂的左转大路口，转向过程中不仅得规划好路径，还得避让同行的车辆以及非机动车。这一把大家的表现都不错，8车当中除了乐道 L60，其他车辆均成功通行，其中问界、理想、小鹏、特斯拉在体感上比较顺滑。乐道 L60 起步通过路口，突然向右打动方向，朝我们右侧要左转的车辆贴近，为了避免碰撞，安全接管一次。退出。你老屎！为了避免突发的规划异常的问题，我们给了2次复线的机会。第2次呢，乐道 L60 直接朝着更右侧的车道驶去不仅阻挡了右侧通行的车辆，还进入了非机动车道并且通行十分缓慢。为了不阻塞交通和确保安全，我们接管通过。这次其实也推测出乐道 L60 是把非机动车的规划通行区误判定为了机动车道，策略上对地面标线的依赖还是比较强。这个，然后这个好嘞。特斯拉这边也有相似的博弈场景，左转通行路口，注意看右侧的货拉拉，由于前方减速是有向左挤压的动作，特斯拉几乎同步向左打动方向避让，速度细微波动，甚至加速超越。石花路转广元快速组合路口是典型的施工改道路口，我们需要完成2个路口的通行。一是石花路转广元快速辅路右转，这个右转路口隐藏的比较深，很容易错过。2台公认智驾非常厉害的选手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2是同样容易错过的广元快速辅路反向左转路口。看这个抽象的环境，这里除了导航指引外，高精图先验信息应该是很难布置。通行这个路口，我们加大难度，依旧要求前方不允许有跟随车辆，所以就看各位选手的找路能力了。极客、理想、腾势、小米、小鹏5台车成功找到了2出路口，并完成通行。问界 M9、特斯拉 Model 3换新版2台车的问题一模一样，错过了第1处的右转路口，径直朝前方直行，我们手动接管，转，接管 OK。这里就错了。第2个路口都没有问题。乐道成功转过第1个路口后，智驾系统退出，随后提示智驾不可用。推测后续的场景应该是不在乐道智驾 ODD 开放的区域内，也就是这段区域还没有做好验证，给锁掉了。结束了。前方路口，请手动左转，车道巡航已退出。路口掉头基本是各家程序方案非常谨慎开放的场景，距离感知、路径合理规划同其他交通参与者博弈都需要全面考虑，难度不小。这次我们也是选取了3种有代表性的掉头场景，有灯控保护、无灯控保护以及最为复杂的不规则路口无保护掉头。相同，我们依旧要求前方不能有引导车，即在路口掉头排在第1位，全靠系统能力掉头。来看看这些选手们的完成度。
问界理想、小鹏、特斯拉4台车没有任何意外，精准识别红绿灯信息，并在掉头车道成功完成掉头。极氪虽然也完成了掉头，但在掉头前并入到了右侧直行左转车道完成掉头，这里记一次违章也算不通过。同时不采信信号灯的信息，绿灯不走，这里踩踏油门共驾通过。黄灯才走，没有我放假了。小米乐道则是在路口前系统降级，手动通过。推测有信号灯的掉头场景应该是没有开放使用。无保护掉头既没有灯控，也没有专属掉头车道的场景。这里除了考验系统的通行能力外，我们还想比一比各个智驾方案的决策响应时间，谁能通过这个掉头场景的时间更短，也就意味着体验更加丝滑。首先，场景通行上，除了极氪、乐道系统退出不支持掉头外，其他车型一律成功通过。手动接入。上一把降级提示接管的小米在这个无灯控的无保护路口也智驾通过了。响应时间上，我们也是以帧数来换算秒数，给大家大致做参考。难度继续加大，不规则施工路口的无保护掉头，这里可能道路结构每天都不太一样，所以是不可能有图或者先验信息，也更考验系统的场景泛化和脑补推理能力。这一把只有半数的选手，理想、小米、小鹏、特斯拉成功通过，其中小鹏的体验会比较犹豫，不够顺滑。其他选手问界、极氪、乐道均提前降级，只能接管通过。接管，左边左转，对。同事有掉头趋势，但直接卡死在了路口的施工桩筒前，无法避开，效率接管通过。已退出至手动驾驶。这一段路经常在施工，道路结构确实比较复杂。就当我们来到这个考点的时候特斯拉看不明白路的问题又出现了。比如说走得好好的，自己拐进了岔路进工地了。进采石场了。正当我们犹豫要不要接管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还是赶紧接管溜吧。我怎么玩的啥呀？接管吧，接管吧，都跑错路了。说完路口通行，我们进入到复杂道路场景：狭窄隧道、地下环岛、细分混行、线宽、施工改道。在非标准路段更考验各家智驾方案的泛化能力，这些往往也是暗藏危险的路段。光谱西路转玉树北路通道，隧道路口窄，大光比对感知有一定影响。昏暗的桥洞还有违停车占道，可能还得避让对向的电瓶车难度着实不小。这些智能车能提前看到并避让吗？我们依旧加大难度，不允许前方有贴近的跟随车，更考验智驾在复杂场景下的避障能力。直接说结果，有且只有2台车没有通过，6台车辆完成挑战，问界、理想、腾势，还有3台在大光比环境下挑战会更大的视觉方案车型，小鹏 P7加、乐道 L60、特斯拉 Model 3皆成功通过。进入隧道轨迹稳定，临近障碍车打通方向，灵活绕行避障。极氪、小米没有通过，原因也比较相似。极氪 7X 在出口处被违停车卡死，无法自主绕行。第2次共驾成功，第2次共驾成功。小米在隧道中先提示接管，几秒后又恢复支架，然后卡死在了违停车的后方，同样无法自主绕行，手动接管。接管。这种情况我们推测应该是 GPS 信号的短暂丢失导致支架降级。沿江大道、地下环岛，相比传统的高架环岛，地下环岛光线差，道路更窄，对车辆的感知识别和他车的距离博弈又增加了考验。我们需求所有测试车辆从第一入口进绕行半圈后，
从第3出口出。这个场景的结果呢，算是这次所有挑战场景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一个，有且仅有乐道 L60无法通过。极客、理想、腾势、问界、小米、小鹏、特斯拉全部挑战成功，且轨迹比较顺滑，体现出了较强的感知和路径规划能力。理想和问界就算在过环岛过程中遇到其他方向和出口穿插的车辆，也体现出了复杂场景下的博弈能力。问题呢，问界则是在第2出口处有画龙现象，发现路口不太对，感知又找路回来。理想、小鹏在出口处有明显压实线变道的问题。乐道 L60的问题非常纯粹，就是环岛场景不能用，到入口系统就自动降级，提示接管。控制方向盘不行了，不行了。线宽路口是日常驾驶场景中非常有考验的一项，别说智驾了，对人驾、对车感的要求也非常高。比较常见于工业园区和城区主路的交界处用于阻挡超宽、超高车辆进入中心城区和桥梁干道。这束线宽，我们实际测量下大概也就2.3米的宽度，对于动辄逼近2米宽的新能源车，确实考验不小。现实场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测试结果呢，倒是比较出乎意料，极客、乐道、特斯拉3台车无干预的情况下，智驾能够自主通过。其他车辆呢，比较多的情况就是会卡住不走。腾势、问界、小米、小鹏都是如此，但智驾系统也不会退出，但也不会提示接管，最后持续踩踏电门，人机共驾通过。理想 L6是踩油也不走，会提示主驾接管车辆。开个玩笑，确实比较胆小。理想是过不了的，是停在这里的。线宽路口的通行，除了和各家智驾方案的感知、路径规划和通行安全策略外，车身窄自然也是优势。但对于这些超宽的大块头们，在复杂场景下也能共驾通过，我相信也并不是头铁，而是让驾驶员了解能力边界，知道什么场景是真的搞不定了。当前的智能驾驶并不是自动驾驶，尤其是系统明确提示帮它人机共驾，会是更安全、更高效的方案。挑战广州老城区东山口风景区的单向车道通行，路极窄，人车混行，需要车辆不断躲避电瓶车和路边微型车，对智驾系统的机器感知和决策规划能力要求很高，确实是上强度了。到底有多少人和多少车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画面。由于这段长1.4公里的景区路段实在人车流量太大，太变态了，我们决定给所有车辆都加个 buff。这段路允许人机共驾，只动油门不动方向，不扣分。这段道路走得相当艰难，如果不具备灵活绕行、没有动态博弈的车辆，在这里基本是寸步难行。进入口的前500米，大家的表现都没有问题，能够非常灵活地对右侧的微型车以及左侧时不时穿过来的非机动车做到灵活避让。越往后走，随着车流人流量的加大，大部分的车辆都出现了情况。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卡死不走。乐道 L60 被左侧持续汇入的车流卡死，理想则被左侧一大堆的3轮、2轮车卡住。腾势、小米在路口不走，特斯拉则被随意乱穿马路的行人和电瓶车吓到，直接在马路上就不走了。这里给了电门共驾辅助车辆前行。接管方面，主要问题集中在系统决策慢，导致车辆动作延迟，有可能和障碍物发生剐蹭或者碰撞引发的驾驶员干预。例如，绕行电瓶车的幅度太小，绕行网约车的距离太极限，和旁侧行人的博弈。智能驾驶最后一看，安全接管。面对对向车辆驶来，减速趋势不明显。已最初至手动驾驶。面对前方倒车的电瓶车，减速趋势不明显。干预这个接管，这个直接是安全接管。起步方向打得比较急，等等一大堆的情况。干预，我操！这个属于安全接管了，又干预又效率接管呢，则是完全给电门，车也不走。悟界 M9 是全场唯一一台智驾过整条线路的车型，无需共驾通过，也没有接管。无论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才是逆行的一样。这个场景还是这样的，好复杂的。可以。 OK。
我们自己抓到空隙，或者是这样的场景，都能灵活避让。绕行，还有单车，对面还有个单车。哇，这够太极限了。此外，全程无接管，只有人机共驾的选耍有特斯拉和小米。特斯拉全程的避让和绕行表现都比较出色，且避让行人的优先级非常高，基本隔老远等行人走完再起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当被行人和电瓶车卡住，我们有踩踏电门意愿的时候系统又能自己起步但最后快到路口了，人流量倒是也不怎么大了，却在马路中间停住时间太长这你共驾一次。给一脚吧，实在太墨迹了。小米遇到行人和逆行电瓶车更倾向于快速制动，降低车速直至停止的策略。就比如避让对向电瓶车，基本是直接刹停避让，请立即刹车，存在碰撞风险。这样虽然是最稳妥规避风险的方式，但频繁的起步刹车，在驾驶员的体感和通行时间上并不占优。慢慢通行，最后只有2次共驾。积分混行的场景对于各家的智驾方案是不小的考验，以行人安全为第一优先级，安全规则和通行效率也要结合起来。问界 M9 在这里就有很好的示范，避让行人提前预判，保持安全距离，避让动作灵活且顺滑，积分混行场景不恐慌，能大幅提升驾驶员的安心感。高架桥底的施工改道加异形路口，更考验各家智驾方案在复杂场景下的应对能力。首先要能开，就是无图的能力；其次在地面标线混乱的道路上，轨迹不发飘，不乱打方向，且正确找到路口，需要感知在线以及脑补推理的能力。最为复杂是这段路线的末端还有一个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所以这基本可以看成为一个无保护的十字路口，人车混杂，博弈能力也得在线，才能不被卡住，不被后车滴滴成功通行。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谁被卡住，谁又能成功通行呢？结果是只有半数的车型挑战成功，理想、腾势、特斯拉、小鹏全程智驾通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轨迹稳定，寻路清晰。进入第一个右转路口，4台车型持续和左侧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右转进入，均没有被前方的施工场景迷惑，向左找到了出口。前方右转是一个有视野遮挡的盲弯，保持速度右转过来，向左借了一点车道。最后就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左右都有车，4台车避让后顺利通过。老大哥问界 M9 比较遗憾，前95%的路程表现都很出色，稳定从容，但最后一个无灯空路口没有按照导航方向左转，而是朝着前方的施工走去最后系统提示接管。接管吧。行车安全。可以看到 SR 的轨迹线原先是向左转没有问题，可走出路口却突然向右规划，推测应该是规划出错。极氪 7X 也是相同的问题，最后一个路口也是直接朝着右前方行驶，随后系统提示接管。小米速7 Ultra 完成第一个右转后，直接卡在了路口中央。看 SR 上的轨迹线持续标向了对向车辆，推测应该是误判前方路口是单向通道，在等车让行。持续而来的车辆太多，为了确保安全，这里我们干预接管，后续路口成功通行。乐达 L60 选择直接躺平，这段路是无法开启支架，全程 LCC。城市支架的末端就是打通和停车场的阻隔，挑战支架自动过闸机，需求车辆能识别抬杆，能自动进入停车场，这也是完成车位到车位全场景支架的重要一环。这个场景的结果也是简单明了，理想、小米、小鹏、问界、特斯拉这5台车能够支持通行。不过几台车自动过闸机的技术路线也有不同，理想、小鹏、小米需要提前走一遍或记一遍路线，第2遍才能使用。这是目前行业内比较主流完成车位到车位的方式。问界是官方给开放停车场下发使用。特斯拉又不一样，但操作十分便捷，不需要提前记忆，将导航点设置在停车场内 ，ONA 状态下就能识别抬杆并自动通过，任意停车场都可以。剩下的3位选手极氪、乐道、腾势也非常干脆选择忽视。目前的系统版本呢还不支持自动过闸机。最后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挑战环节，
我们支架直播的时候啊，有不少朋友在弹幕中说啊，城区里有高精图啊，敢不敢去山路跑一跑？既然观众有要求，那我们肯定就不干呀。开个玩笑，这次2条山路，白天跑1条，晚上跑1条，都是上山加下山，一次看到爽啊！现在就发车。我们选择的这条路线从山脚下到山顶，全长2.1公里左右。我们共设置有3个挑战点：一、上坡掉头弯，考验路径规划；二、盲区违停车，考验快速决策绕行；三、分岔口挡路大树，考验合理避障。首先，在可用度上，8台车型中只有乐道 R160，在2条山道上都是支架不可用的状态，只有 LCC， 硬开也可以。这么贴边吗？好可怕，好可怕！什么操作？什么操作？画龙哦，在这条山上画龙哦，喝醉酒一样啊！还是开场就退赛吧。腾势 C9 GT 是上山路线不可用，只有 LCC， 下山可以正常开启支架。从结果上来说，有全程支架过的选手，但普遍跑的还是磕磕绊绊的，不算理想。具体来看，上山掉头弯看着难，实际上也是不简单。仅有问界、小米、特斯拉能够无接管支架过。问界和特斯拉都是绕外圈掉头啊，策略是扩大视野。小米呢，则是贴内圈，路径更短。小鹏也是贴外圈，但过于极限，把自身给卡住了。最后持续给电门供架往前挪动，这个弯终于是过了。理想、极客都没有找到路口，顺着路硬着头皮就往前开，只能接管。掉头弯，掉头弯，掉头弯过不去。盲区违停车这把大家的表现倒还是不错，除去不能开支架的乐道和腾势啊，其他车型都没有问题，全部通过。在山路上，大家的策略也会保守很多啊，过弯时尽量留出大的视野，提前看到障碍物。最后的岔路大树看起来是最不显眼的障碍物，但几乎难倒了所有车型，基本是来一台不行，来一台进行动拖一把。问界在大树前就降级到 LCC， 丢失方向无法通过。管吧，我可以接管。你想支架，突然退出，提示接管。小米冲到树前，但被卡住。哎，这里卡住了。你正在控制方向，辅助驾驶已暂停。小鹏速度快，无视障碍物，属实挑战了一把驾驶员的反应能力。哇！极客贴近大树，方向摇摆，也不知所措。我操！他其实差点能过了。只有特斯拉一台车绕行成功，但也是慢悠悠。看来异形障碍物的识别以及无标线路段的合理路径规划，给到各位选手的压力啊还是不小。下山的路，个人感觉挑战是更大。首先在分岔口大树啊，大家果不其然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极客、小米、腾势在路口稍微思考挣扎了一下，随后毫不犹豫的走向了错误的路口。走错路了，只能接管。哎，我还想着他能过了。问界、小鹏在路口前则是直接降级，提示接管，主打直接放弃。依然是车道巡航啊，我们第一个树桩前还是没有支架的。我以为你想要挑战一下，但到路口啊直接退出，提示接管。驾驶员确实也挺懵。这又接管了。不行。特斯拉又是唯一通过的车型，但也在路口犹犹豫豫了一会儿，最后找到了正确的路。盲区车辆对于大家的挑战不大，全部成功，全部绕行通过。来到下山的掉头处，相比于上山掉头啊，成功车型就更少了，仅有小米、特斯拉能够支架过。小米依旧习惯走内圈贴路边，特斯拉掉头路线居中，轨迹稳定顺滑，体感最舒适。问界这一把和理想、极客一样，也没能找到路口，顺着路就往前开。好，路行弯，路行弯，过不了。哎，接管了。小鹏腾势倒是有尝试掉头，但轨迹规划出了问题，弧度画得太大，一把根本转不过，卡在路边，直接接管。不行，太近了。夜间我们选取的是一条1.4公里的多弯山道，到底怎么多弯呢？比如这样，还有这样，基本走不到100米，正常的直路啊就得转弯。
夜间也更考验在光线昏暗的状态下支架行驶的稳定性、感知找路和避障能力。为了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我们每台车上山下山之前都会有一台人驾的先导车在前方实时通报路况。首先，在可用度方面，乐道 L60依旧出厂就退赛，无法开启支架，全程 LCC， 其他车型全部都能正常开启支架。提示领航，车道巡航运行中。已经降级成车道领航了。路况上这一把弯多、弯急、路窄，很多车型在车道居中加减速处理过弯速度上的问题就暴露出来。极客、小鹏基本每次过 U 型弯道就会非常明显的去到了对向弯道有逆行的风险，稍微借道可以理解，但过弯将近要占用2条车道的通行策略，肯定是会有安全风险。并且极客还会有在 U 型弯丢失方向、系统退出、需求接管的情况。这个他不一样，把他盯懂他就对了，他没的，他没有别的提示的，所以很恐怖的。夜间跑山，小鹏 P7 加是全场唯一一台没有接管的车型，但它几乎过所有的 U 型弯道都会侵占对向大部分的车道，完成转向。这样的通行策略给到的安心感也是不足的。如果是缺少支架使用经验的普通用户那接管意愿肯定会非常强。腾势、特斯拉的车道居中做得非常好，无需避让行人的情况下，无论是掉头弯还是发卡弯，通过合理控制加减速，保持自身在车道内行驶。我们可以来直观对比一下几台车的轨迹，差距就在这里。全程跑下来，腾势在上山离终点仅有50米的最后一个弯道，系统提示退出，需求接管。请接管。特斯拉唯一的情况就是在过弯借对向车道避让行人的时候过去了就不变道回来了，只能接管。回来，哦，不回来呀，哥，回来呀，回来呀，回来呀！我靠，特斯拉夜间逆向跑山，回来，接管一下，接管。理想这边整体跑线都比较顺畅，虽然车比较大，但过弯借对向车道的动作不算太夸张。上下山过程只有2次情况，一是上山右弯，轨迹线突然飘到了对向逆行车道，车也有同步动作，主动接管；二是最后一个弯道前，系统突然退出，提示接管。问界 M9 是全场车身尺寸最大的一台，又长又宽，跑这类山路先天上都有劣势，不过能力强呀。支架能力补上了短板，无论是加减速的顺滑感、应对急弯的控速策略、车道居中都没有问题。过弯借对向车道的动作也不算夸张，全程上山下山跑下来，只有最后一个弯道系统突然退出，提示人为接管，其他全程支架通过。最后一个弯道，他已经提醒我接管了。OK。小米这一段山路虽然说能用支架，但跑的确实是磕磕绊绊，一言难尽。我们发现，就目前这把方案，基本是没有办法应对 U 型弯，更别说组合的发卡弯了。基本是这样或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方向在弯道中卡住只能接管，主打一个有点懵。支架跑山给各位观众老爷们整的活还满意吗？大家切勿模仿。我们的测试小伙伴都有非常丰富的支架使用经验，才肯给大家整活。但全程跑下来，大家发现了吗？所有车或多或少都有问题，还是没能很好的应对山路场景，也依旧超越不了人家的水平。我们也发现支架系统在弯道中突然降级或退出，从警示人为接管到丢失方向，给到驾驶员的反应时间非常少，这部分也存在安全风险。另外，支架突发降级或退出，车辆怎么能够安全停下来？所有的支架方案都需要考虑。1年前，我们做支架横屏，在上海，中国的金融中心，宽敞的马路，清晰简单的场景，极少电瓶车干预，但多数车型还是无法用支架跑完全程，依旧大段路降级，大段路不可用，只能满城市去找对比场景。1年过去了，在广州100公里的城区路线还有不少这样，亦或是这样的路段，这些根本不可能有高精图或是鲜艳信息的地方，这些车能够自己跑完。全国都能开，有导航的地方就能用，不少品牌已经兑现了，这就是中国支架的速度。从测试结果来看，不只是华为，其他品牌也开始有了真正可用的高阶支架，但从进度、从体验上还是有差距，仍然有能力的区分。
特斯拉 FSD 强吗？确实强，第一版就是第一梯队的水平，决策快及低频的犹豫顿挫带来的安心感。长板很长，短板也很纯粹，就是单纯的不怎么认识路。比如说走得好好了，自己去工地了，山路逆行还不回来，还没有任何提醒。类似的情况不少。对于想要购入一台带高阶支架车型的用户而言，目前的支架真的靠谱吗？以辅助驾驶的角度来看，靠谱。但目前的支架不是自动驾驶，大家也千万不能当做自动驾驶。目前支架的能力上限就在这里，它搞不定的场景依旧很多。在需要场景理解能力的交通灯、复杂的路口，在机非混行的闹市区，已最初至手动驾驶。在非标准的商路场景，不行弯，不行弯，过不了。哎，接管了。显然还是无法和人驾相比。无论是华为还是特斯拉，还是需要人为干预。那我们觉得好用、日常愿意去用的支架应该是什么样呢？首先，全国都能开，有导航就能用。其次，无感支架，车在人的预判之前完成驾驶动作。比如我们在使用支架的时候，经常就会想，前方一个施工水马，我们怎么绕行呢？路口左右都有车辆进出，什么时候减速刹车呢？但好用的支架就不应该让人产生顾虑。系统在你产生这个念头之前，系统就已经把绕行减速通行做完了，做到无感。其次，不存在系统无视障碍物要撞车之类的安全性接管，不存在卡死无法脱困之类的效率接管，不存在走得太慢磨磨唧唧之类的公价接管，不存在走错车道、走错路之类的交通法规类接管。以上这些场景都不会发生。最后就是保证紧急接管的安全性了。目前支架的降级或退出，从警示人为接管到完全丢失方向，普遍给到驾驶员的反应时间非常少，需要优化预警时机，留给驾驶员充足的接管时间。其次，突发降级或者退出后，车辆能够安全停车。显然，目前的支架方案离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但采用数据驱动、端到端，甚至后续的 VLA 世界模型的新技术范式，让实现目标甚至超越人驾都看到了希望。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厂商，无论是现在的支架方案，还是往后的自动驾驶，你真正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竞品车型的方案，而是人，是老司机。正如将高阶支架和 AEB 做技术结合，就是超越了人驾的感知能力，在夜间大雨天气也能看得更清楚，刹车更及时，安全性提升不止10倍。系统要比人类更好的驾驶能力，这才是这个行业的最终目标。